关于中印边境对峙谈判已经旷日持久，但关注度却丝毫不减。因为每当局势稍微稳定的时候，总有一些外部因素导致局势骤然紧张。最近俄官员揭露，冲突背后有个推手，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。据南华早报报道称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次演讲中表示，西方坚持不懈，咄咄逼人，企图让印度也参加反华联盟中。虽然双方迄今采取了多次谈判以解决争端，但是问题仍然还没解决。这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操纵了印度，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马前卒。在冲突之初，美媒就多次拱火，连哈佛报告都选择睁眼瞎，说印度有实力打赢，并且不会再重复1962年时的耻辱。美国还和印度签署了重磅军事协议、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。美国 GPS 将提供军用地等信息给印度，印度将能提高其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精确度。美国想要把印度纳入其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，在美国构建的对华包围圈中，印度一改以前谨慎态度，高调和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加强军事联系。不过拉夫罗夫还表示，西方国家还试图破坏印俄关系，美国正试图通过向印度施压来实现这一目标。其实他们之所以批评印度，是因为俄方认为美国正利用中印关系加强与印度的距离，同时还担忧拜登将会对美国盟友购买俄军事设备采取强硬立场。这段时间印度和美国军事交流频繁，尤其是在签署重磅协议后，印度武器将可能更加依赖美军情报和数据。虽然俄罗斯批评美国向印度提供装备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对峙期间，印度反倒是从俄罗斯进口了不少武器。要说印度哪来的勇气挑衅，一方面是天生自带的，一方面就是美国怂恿的，以及俄罗斯武器带来的底气。最近，印防长辛格表示，拉达克沿线已有大量武装力量集结。今天的印度不同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，印度能够和任何人战斗。同时，印外长苏杰生也表示，我完全相信我们能应对和迎接国家安全挑战。印高层接连表态，正说明他们急了。对于这场持久战，其实也就是消耗战，看谁耗得过谁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印度亚洲通讯社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，印国防军已经获权为15天的激烈战争而增加武器和弹药库存，在对峙中迈出重要一步。如果他们不敢动，那我们就继续耗；但要是他们敢动，我们就让他们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的。随着无人机智能化和网络化通信技术的发展，无人机集群技术受到各国重视，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纳卡冲突中，阿塞拜疆无人机大杀四方，让各个强国更加重视无人机作战。最近美军招标也开始聚焦无人机技术。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，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招标超小型自杀集群无人机，该项目称为有机精确火力单兵轻型计划，主要内容就是寻找从地面发射的无人机，顶多只要2个人操作，射程不超过20公里，而且能够在空中游荡飞行90分钟。此外，还应能够具备抗干扰能力，实现集群飞行，对敌人重要目标进行打击。而美国专家毫不掩饰直言，这就是为了用来对付中国。事实上，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领域，中国无人机获得巨大进步。比如大疆无人机，即使被美国国防部3声5令，却仍然还在美军内部被广泛使用，这让五角大楼产生了危机感。不过美军这一项目却还有着很大的障碍。美国哈德森学院退役潜艇军官高级研究员布莱恩·克拉克指出，虽然美军早已使用了弹簧刀小型游荡无人机，但是这款无人机有个硬伤，就是无法进行集群飞行，只能做伞兵游泳。美军招标的这个新项目最大的技术难点就在于无人机集群技术。目前无人机正在向小型化、集群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，核心技术就是集群智能，即在于人工智能控制下自主完成很多任务。这种技术灵感来自于工蚁群、蜂群等，简言之就是模拟这个动物群之间沟通协作方式，以增强整体作战能力。不过美军现在的障碍是，无人机集群飞行需要精确的定位能力，还有互相通信能力，以及无人机通过 AI 自动组队和飞行能力。但中国做到了美国没做到的事儿。但是就在10月，解放军就曾对外公布过无人机集群试飞视频。视频中，一辆无人机发射车能够发射48架无人机，能够密集发射、空中悬停投放、精确编队、阵型变缓、精确打击等多种任务功能。当时这款发射车还在西方军事领域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，而且早在2016年，中国首个固定翼无人机群飞行试验就曾打破了美军的记录，之后更是接连打破自己的记录。
但美军还没有做到，中国已经攻克了技术。随着我们无人机机群规模越来越大，如果美军想要对轰，胜负还真说不准。更何况在通信技术领域，我国 5G 技术已经领先，这将在军事领域大放异彩。最近有一个令人很气愤的消息，就是近期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，超出了行业预期。在对华贸易屡屡受阻的澳大利亚人听后更是飘飘然，这是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报复性抬价吗？目前中国还是很依赖于进口矿产，比如中国铁矿产的 62%， 煤炭的 36% 进口都来自澳大利亚。最近中国对澳出口煤炭、大麦、葡萄酒等产品都采取了反倾销措施，外界认为澳对华进口矿石涨价似乎理所当然。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，不要搞错重点。有经济学家分析，因为除了铁矿石、钢材、水泥、煤炭等大宗商品都开始出现价格大幅上涨，如果只有铁矿石涨价，倒是可以用澳洲报复来解释。但是几乎全部大宗商品暴涨，澳洲是没这个本事的。而目前能够决定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的只有2个，中国和美国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，而美国掌握几乎所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。究竟哪股力量是推手？事实上，中国经济加速复苏对价格恢复起到促进作用，但是各种大宗商品也并没有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。尤其钢铁领域，疫情期间大量消耗库存和年底赶工效应，以及大量的国外订单，到11月后中国需求猛增。但根据澳大利亚、巴西等主要铁矿石产出国数据，世界铁矿石需求供需应都基本平衡，甚至远期供过于求。那为何全球铁矿煤炭产量基本持平，甚至中国减少进口的情况下，价格却在暴涨呢？显然不是中国市场拉动的结果，而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元和投机商在背后作祟。美国又是怎样在背后操纵的？在今年2季度，美国释放了大量的美元，正从金融市场伸到了大宗商品市场，美元贬值早已是板上钉钉。这种情形就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，美元指数迅速走低的情况一样。而大宗商品早已脱离供需层面，成为美元避险和投机炒作的盾牌。大量投资在对美元继续贬值、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进行套利，而各大矿产巨头也开始囤货齐居，趁机抬高价格。国际投机商们希望借中国经济复苏快车再薅一次羊毛，同时也准备应对美元再一次放水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债务危机更是无底洞，一场美元放水引发的通胀将不可避免。这种情况和2008年金融危机情况十分相似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就是通胀到来前的预警。美国无限量印钞发行巨量美债带来的危机泡沫，但这次无论美国怎么逼我们就范，中国都不会再当美元美债的接盘侠。之前中印双方就边境对峙进行过8轮军事会谈，之后的会谈日期一直未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印度又开始调兵遣将，印高层频繁表态，又预示着什么？据印度教徒报14日报道称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12日表示，印度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北部边境任何威胁和挑战。每当实际控制线出现情况时，首先就会比较印度和中国的军事实力，这可能会有争执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在理念引领世界方面，印度远远领先于中国。由于地理位置、人口、面积和经济，印度一直处于全球安全的战略前沿。印度不再是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，目前拉达克正大规模集结武装力量，他们可以和任何人战斗，并以最大的勇气和解放军作战。与此同时，此前比较低调的印外长苏杰生也表示，完全相信应对和迎接国家安全挑战。他在讲话中将主要责任全部推卸到中国身上。印高层接连表态，再次引燃印度国内民众的情绪。此前，印度媒体多次报道，印军擅长在高
高原的冬季作战，将在冬天给予解放军痛击。而印军最近也一直在做一切准备。在印国防部长表态同一天，印度今日新闻时报透露，为了应对边境紧张局势，印军方准备调整130万名印军的部署，旨在将部分战斗部署转为双重任务，以适应对中印印巴双线作战的威胁。还要求士兵做好一切战斗准备。最近边境就传来危险消息，印军似乎准备要15天内解决边境对峙。13日，印度亚洲通讯社援印消息人士的话称，印国防军已经获得授权为15天激烈战争，增加武器和弹药，迈出重要一步，为两线作战做准备。此前印军弹药储存只够用10天，现在提升到了15天。而印方正也证实，海陆空三军正进行高水平准备工作。真正的危机已经来临了吗？不过，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表示，其实这样也看不到印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。其实印度自2017年就开始在部队进行新一轮改革，印军增加储备是借着和中国、巴基斯坦紧张关系加速军事改革，或是政府加大对军备的投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印度武器是往国造，高昂的采购费和腐败就是一个无底洞，到时候坑的还是自己人。但是也不排除印军方铤而走险的可能。不过在1962年的时候，他们也曾说战胜中国不费吹灰之力。打完之后，尼赫卢又说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灾难。虽然印度说他们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，但他忘了中国也不是当年的中国。